下佳期，放眼晴空万里。扬州桃李，飘小十里，满城共聚欢喜。相遇曲折离奇，就算跨越千里，共度风雨，只有你能懂我心意。阴差阳错相遇，定下姻缘不易。人海中遇见对到你，无人能比拟。欢喜冤家相依，换来两人不离。或许都是那命中注定。风中笔下佳期，放眼晴空万里。扬州桃李，飘小十里，满城共聚欢喜。相遇曲折离奇，就算跨越千里，共度风雨，只有你能懂我心意。阴差阳错相遇，定下姻缘不易。人海中遇见对到你，无人能比拟。已不需再寻觅，从青丝到古稀，确定悠悠此生就是你。毒针，我精明了一辈子，没想到老了，我引狼入室啊！他先是坑害姬敬堂一家，然后又毒哑了师太，现在竟然算计到我和天磊头上。奶奶，如果我们齐父也让虎狼称霸，蛇蝎作祟，那我们家的家命就是真的走到尽头了。我真是老糊涂了。奶奶，可这眼下还来得及啊。什么来得及？我想将计就计，让柯世昭再做一次恶。再做一次恶？我们一定要让他暴露自己的真实目的。先说这毒药，他从来只送汤药不留药渣，一定会一口否认。再说毒针，我们没有亲眼抓到他布置，王胡子也会一口否认，还会说燕生是看花了眼。所以我们一定得抓到柯世昭人赃并获，才能戳穿他。叶生，你找我有事？哟，刘师傅，您回来了，好久不见。刘师傅，在下还有急事，就先行告退了。叶生，奶奶，这些年我一直都在装哑巴。快和老太君说出你的难言之隐。那是3年前的事了。那年夏天夜里下了雨，我从院子里经过。
快站起来说话。燕生妹妹，既然如此，为何不把此事告诉老太君，反倒自己装哑呢？第二天，我本来要向老太君禀告此事，谁料方小巧见我神色慌张，便让我留在暖阁。没一会儿，柯世昭就来了。他几番试探我，我都咬紧牙关，不肯说漏了嘴。柯世昭心生怀疑，威胁暗示，说自己在齐家已经是一手遮天，大哥哥和二哥哥也已经名丧黄泉，三哥哥也危在旦夕。我和我娘若是想在齐府活下去，就得听他的。实在是太过分了，竟然用这种事情威胁你。后来，柯世昭虽然不知道我当晚所见，却也明里暗里威胁我，说我娘身体不好，要我好好看护她，别管齐府里的事情。我怕我若说出实情，他又会对我娘下毒手，所以我记得二哥死后没几日，你高烧不退，醒来变成了哑巴。所以燕生，也是为了打消柯世昭对你的顾虑，保护自己和你的母亲，才故意装病。我真是老糊涂了呀！我竟然听信了一个狡诈之人，让他害死了我的2个孙子，还让我的孙女儿遭受到如此的劫难。对不起，孩子，对不起，天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对不起，齐家的列祖列宗啊！奶奶，您不必感到自责。你如今既已经看清楚那人的丑恶嘴脸，那就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奶奶，我们还在您身边呢。好，有你们在我身边，我能撑得下去。依我之见，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，逼他狗急跳墙。天雷，弟妹，终于，你们俩终于死了。来人，来人！少爷，去把王胡子叫来。是。少爷，您叫我？怎么
么已经过了这么久，还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不是毒针我确实放进去了，会不会有可能他们还没回房间呢？是不是你办事不力，出了什么纰漏？少爷，你放心，我王胡子办事绝无任何纰漏。说，你在放毒针的时候，有没有被旁人看到？绝无第三个人看到。这个事儿就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无第三个人看到，绝无。过来。你还不去三少爷房间盯着，去看看到底有没有张氏？是。那边捞一下，捞仔细一点。好。哎，你去那边捞，那边捞。哎，对，那边有没有啊？右边，对，就那儿。你看，我就说这王胡子会来吧。你说咱俩现在要出去，我得把他吓死。哼，他肯定以为我们俩是诈尸呢。那边看一下有没有啊？哎，你去那边捞一下。哎，你去那边捞一下，仔细一点啊！那边捞仔细一点，你俩有没有啊？哎，在这儿，我找到了！快！走！哎，捞到了！三少爷，捞到了！救命啊！救命！王胡子，你在水中作甚呢？摸鱼。他呀，真是愚蠢至极。这王胡子可是又蠢又狠，要不是燕生提醒，你我二人还差点就一命归西了。玉狐天雷，这招守株待兔终于奏效了。可能连王胡子自己也不知道，他现身的那一刻才是他暴露的那一刻。前段时间冰燕姐姐来府中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要警惕柯世昭，这不，他就露馅了。冰燕姐姐可真是我们的福星。冰燕来过这儿。天雷，她为什么会来祈福？师傅，这可又是天大的一件巧事了。这柯世昭派人偷偷去扬州，请杜老爷来咱们祈福，利用杜老爷来戳穿玉狐的身份。可谁曾想，这个时候杜冰燕偏偏从边城回到了扬州便女扮男装，跟着杜老爷一同来到咱们祈福。一个真的杜冰燕叫这个假的杜冰燕，杜冰燕妹妹。你别说柯世昭被弄得晕头转向，就连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呢。你别说，冰燕还真是及时雨，助力你们二人。天雷，冰燕是何时到的林州啊？5月初4。又是几时去的扬州？住了2个晚上，5月初6。哎呀，坏了，他们帮了你的忙，却坏了自己的大事。什么大事啊？这袁不屈本来是受杜冰燕之意办事的，办完事情之后，便急匆匆地赶回了扬州，去接杜冰燕回去。算起来，恰巧是5月初4的前后，看来他要扑空了。扑空倒不至于，袁不屈将军应该会等冰燕姐姐回去的吧？就怕他不会在扬州多待，选驸马的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。万一皇上召他回京呢？那他也会留口信给冰燕姐姐吧？这边巧了，就怕那边没那么凑巧啊。小豹，这边看看去。师爷，请问袁大将军住在这儿吗？不知道。
那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好吧，多谢。多谢君爷。小姐，咱们找了这么久还没找到啊！这么大的地方，这简直就是海底捞针啊！哎，小胖，啊，你可知这市井之地哪里的人最多？哦，天桥，那儿有杂耍的，还有说书的，热闹得很。京城来的人都爱去那儿凑热闹。没错，你呀，去帮我寻一个最会说书的说书先生来。说书先生。哦，那我去了。去吧。多谢大家捧场，多谢大家捧场。各位看官，今日啊，咱们继续说京城独一份传奇故事第6回，定北侯大战边城，黑豆记再破敌军。好，多谢多谢。先生这几日说的故事是越来越精彩了，大家伙说是不是啊？好，多谢多谢多谢各位捧场。先生说的讲特别好，真是就是爱吊人胃口。话说定北侯在边城，戍守边疆数日。就是这位说书先生，说咱们将军守卫边城的故事说的可好了，一件一件的事儿都跟他亲身经历一样。这京城里好多人都来听，都传开了。真的假的？一个京城说书的能知道咱们打仗的事儿？真的。话说这定北侯在边城戍守边疆数月，这城池固若金汤，敌军狗急跳墙围攻边城。定北侯巧施妙计，以黑豆诱食敌军马匹，再取大捷。各位看官，为何小小黑豆竟能立下奇功？且听老夫慢慢分解。谢谢谢谢啊，感谢感谢。各位看官啊，书节到此，咱们明日再说啊。诸位军爷有礼了。先生，您怎么会对我们边关打仗的事情了解得这么清楚？小老儿结识了一位亲历战场的公子，他说的那都是真实的事情。军爷，您要不信，可以亲自去问他。看来这位公子一定是我们军中同胞啊，这我得去看看。那先生知不知道他现在在何处？哎呦，那可太巧了，他呀就住前面的客栈。到了客栈啊，一问店小二便知。多谢。杜公子，有人找您。我去开门。大人。评委。杜宾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特意让说书人说出我们营中的遭遇，好让我过来找你。你这也太聪明了吧！我那也是没办法了吗？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回府里说。回府。走了，小胖。好嘞，杜宾，请。坐吧。少夫将请用茶，公子请用茶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你这个当了驸马爷的人，是和以往不一样了，风度做派都大不相同呢。哪有啊，嫂子你就别取笑我了。
我可能是在京城待久了吧，总不能一直像之前在军营那么肆意散漫，对吧？哎，嫂子，这还不都是因为你？之前我跟舅舅舅妈串通一气，帮我大哥解了围，结果给我自己弄成了这副模样。怎的？你还不乐意了？倒也不是不乐意，就是你说我杀平威，何德何能，能摊上娶公主这种好事儿？你呀，这个驸马爷，那叫憨人有憨福。这赐婚圣旨还没下来呢，什么时候当上驸马爷还不一定呢。哎，你倒是跟我说说，你何时来的京城？为何又是这身打扮？这件事可说来话长了。这前不久啊，你大哥他突然……公主驾到！评委，待会儿见了公主就说我是医徒，别说我的身份。哦，行。公主，这位是杜宾，我当时在兵营的军医小兄弟。军医杜宾见过公主，免礼免礼。啊，评委，你有这么俊俏的小兄弟，我怎么才知道啊？早知道我就不找你了。你说什么？逗你玩儿，别介意啊，快请坐。我这个人啊，喜欢开玩笑。哦，对了，你此次来京城，为何是这身书生的打扮呀？哦，边城战事结束之后，我便回乡探亲，于是换了这身打扮。那除了探亲，你还做什么呀？此次来京，说是办公务，其实更是办我的私事。私事儿？啊，私事儿有趣吗？这件事说来话长了。之前原部区袁大将军在打仗的时候，曾经中了一支毒箭，当时他生命危在旦夕，幸亏我的师傅传授了我一招解毒的秘方，这才让他渡过难关。但是他伤还没好，又不听劝阻，重新上阵杀敌，这才给他自己留下了祸根呢。什么祸根？100日之后必定复发。真的吗，评委？对，我大哥平时生性比较鲁莽，所以给自己留下了祸根。而且公主，这个病一旦复发，就算华佗在世，那也无法挽救。我在家乡的时候，突然想到这件事，于是便来到京城，到处寻找将军。只要将军能在100日之内服下我的药，便可安然无恙。我算了算时间，我必须今日就见到他。若是将军真的在京城，找到他也不难。这样，你稍等片刻，我去叫个人打探好将军到底在何处，回来立刻告诉你。多谢公主。客气。小傻瓜，我走啦。谁是小傻瓜？你。走啦。走。快到了，在这儿。杜宾，你们先在这等我，我先自己一个人进去看看。大哥，我可找着你了。品威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你来京城，为什么瞒着我？我这不是病了吗？那你都病成这样了，怎么不找个大夫好好瞧瞧？这有病不看可不行啊！也不是什么大毛病，歇2天就好了。哎，我特地给你找了一个名医。不用我看了，让他们走吧。你可是未来驸马爷，来，快请坐。哎，大哥，
你坐，你先坐。你不要再这么叫我了。好，好，好。你知道我这次给你请的是什么名医吗？什么名医？他是轰动整个京城的扬州名医。扬州名医。扬州还真是人杰地灵啊。你知道他有多神吗？一根线搭在病人的手腕上，不用面见病人，就能直接推断病情。看看，怎么样？哦，公子，你好聪慧啊！嫂子，我跟大哥都说好了，你只要一直站在这就行，咱们就这样。大人请，你请。大哥，这就是神医的学徒，小的郭海，拜见将军大人。免了，免了。好了好了，赶紧给大哥看病吧。将军大人，您坐着呢，千万别乱动。先生有什么话，我替您传达。好。特别准。将军，我家先生说了，您这病起自南方，犯病于扬州。先生还说了，您这次害的是相思病。行了，你别在这儿来回传话了，赶紧去先生那儿把药方拿来吧。大哥，就凭这一条红线号脉，就能跟你说的这么准，这个先生是不是特别神？将军，去吧去吧。月已明，花已放，事悠悠，人和和。子任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我伴飘零，许你满天深情。夜雨无声人有情，不负真心不负雨，不负人间亦不负情。山高水远情不离，良辰美景透出深情相依。夜雨柔柔人有意，姻缘错对须惋惜。郎情妾意，此情不移。郎情妾意，此情。
冰燕啊，你什么时候给我生一个重孙子呀？啊！奶奶，快了，快了！好，好。这个柯世昭，奶奶，放心吧，奶奶我不是那种心软的人。他柯世昭在咱们齐府做了那么多恶事，是时候让他自食其果了。奶奶，我们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的。好。这么多金银财宝，你要去做什么？我当然是要去做重要的事了。这一次，你怎么舍得不用那个王胡子呀？最近这家伙晦气，这么多件事，没有一件是我信的。我早就说过他是一头蠢驴，你就是不信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他了。我此次叫你来是有重要的事情。来，你是要告诉我老太君的事？正是。快说，那个老太婆的金银财宝藏在什么地方了？她的金银财宝就藏在她的卧室里。不会的，那房间能藏金银财宝？我每天都打扫，每个角落有什么我都知道。她的卧室里一定还有另外一个房间。你意思是，老太君屋里另有密室？我伺候了这么多年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曾经多次送大笔的商行货款去他的卧室，你曾有见过他把银子往外拿？没有哎。那你打扫房间，可又曾看到过银子？什么值钱的都没有。这就是老太君的厉害之处，他的卧室当中一定有一间密室。可是，这间密室的门究竟在哪里呢？小角，在此事上，你一定要多加留心。如果看到任何蛛丝马迹，要立刻告诉我。好。你妥善行事，我去就回。想要这银子，就把我说的事干净利落的做好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把他们都给我杀了。没问题，少爷放心。事成之后，这赏金多加一成。好。柯少爷，小小，如何了？没关系，反正要弄清此事，也不是1、2天就可以的。对了，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就盯紧老太君，记没记住？
这一次，就让我们自己来制造机会。外祖母，您看看，这是本月14架上航的利剑，请您老过目。好，就放这儿吧。世昭啊，辛苦你了，去休息吧。好，外祖母，那世昭就先行告退了。去吧。我伺候他那么久，我竟然不知道那神龛上面有机关。我和你说过呀，这正是老太婆的厉害之处。啊，对了，那个神龛是怎么移过去的？机关又在何处？你可看到了？我正看着呢，不小心踢到一块石子，发出声音，吓我一大跳。再抬头的时候，那个老太婆就不见了。小巧，我们俩将来的荣华富贵，可全部都在你手中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知道的。小巧，神龛昨天不是擦过了吗？怎么又擦？啊，回老太君，昨天是用湿抹布擦的，干了之后有水印，今天用干抹布再擦一遍。哦。哎呦，哎，我的头簪是不是少一个呀？赶紧给我找，你这个小糊涂虫！是。老太君，您的金簪好像在这儿。哦，是吗？让开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快点下去。
天磊，这科室招的罪行都一清二楚的了，直接把他送官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奶奶还要演上这么一出啊？不是不报官，是因为时候未到，得逼到狗急跳墙之时，再抓他现行。那狗怎么样才会急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你不相信我？啊，你还说我？你说你啊？你就是嘴太快。哎呀，你就告诉我嘛。行，那我就告诉鸟语花开。好啊，你这个坏蛋！我让你告诉我，今天占我便宜。我说，你先放下。我说个屁！你这个人！燕归落堂西，一叹不知你归。那金簪就是钥匙，密室的机关就在佛陀底下的一个角落里，我亲眼看见的。那老太婆年纪大了，忘性也大，近来总是丢三落四的。她定是昨天晚上把银子放进去的时候，那金簪忘了拔了，这才让咱们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太好了，小巧，你如今可是立了大功一件，只要找到这金簪，我们的事情就成了。可那金簪在老太君头上戴着，我没法往下拿呀。你白天拿不了，你可以等他晚上睡了之后再拿呀。可他睡着了，我也进不去啊。你可以让他当着你的面儿睡过去。你是说给他喝让他昏睡的药？我是说，让他喝一觉不醒的药。你是说把老太君给毒死？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年纪衰败的老人最怕被病痛折磨而死，我只不过让他不知不觉一觉睡过去，也少了日后受罪，安然长眠，安乐死去，这不也算是享福吗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她不是你的亲外祖母吗？若无破浪扬波手，怎取离龙喊下珠？我只是个下人，你吟诗，我不懂。此不能掌兵，亦不能守财，你懂吗？花枝叶下犹藏刺，人心怎保不怀毒？你懂吗？我不懂。恨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这下你应该懂了吧？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小巧啊，我呢，毕竟比你多喝了几桶墨水。我说的话，你就乖乖去做。知道不知道？我说，这读书人，要么不干坏事，要么干起坏事来，
比谁都快。哼，没错。你干嘛傻笑？你每日让我读书识字，就不怕我以后跟你斗心眼啊？不怕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书它也分2种，第一种是说得讲仁义，与人为善的，这第2种便是引人为恶。不过你放心，这第2种书已经被我扫地出门了，你想看也看不了了。按你的意思，那柯世昭虽然仪表堂堂，却满肚子坏水，是因为看了作恶的书？没错。你干嘛又傻笑？我说了，你可不能生气啊！是你自己说的，你说你们齐家的男人长得都不太成形，特别是你2位哥哥，只知道吃喝玩乐，就你还马马虎虎。我在想啊，那些歪瓜裂枣，难道是因为看了作恶的书？那你如此聪明，是因为看了引人向善的书？我在观景阁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这个人怎么是记性好，忘性大呀？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人生在世，犹如浮游一瞬，转眼间便乌发换白头。若是心存善念，坚持本心，那便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毅力。若是生在贫苦之家，周遭没有那些引人为恶的诱惑，那便还好些。可他们有些人生在富裕之家，周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诱惑，自身定力又不足，便会给自己找个借口，谎称及时行乐，便吃喝嫖赌样样都沾，实则就是下作。哎呀，为戒习武之人，你说那些话我都听不懂。我这可说的都是大白话，你这都听不懂？不懂。行，我的意思是，富家子弟切勿奢华，你可懂了？不懂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人要心存正义，切勿饱暖思淫欲，你可懂了？不懂，不懂，不懂。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？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，我是真不懂。行，你不懂没事儿，你不懂，我就来给你开开窍。哎呀，懂，还想跟我动手？谭正说呢，我们应该进行哪一步了？都由你说了算。按照我的意思呢，我们该防他一招。对，老太君运筹帷幄，请君入瓮，女侠立于虎，黄雀在后，一老一少，让他插翅难飞啊！你们都清楚，国无2君，家无2主。我说的话，如果你们不听，不想听，或者是阳奉阴违的应付我，那我齐府是不会容忍他的。我早就说过，在我齐府做事情，不许有私心私利，不许勾心斗角。虽然我人老了，但是我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。现在有人在齐家做善事，
也有人在做恶事。做了善事的人，拼命的想让人知道，我看就是一个伪善。做了恶事的人，又拼命的隐藏，不想让人知道。我看，真是大奸大恶。我刚才所说的这些，外祖母，奶奶，我喘不过气。奶奶，来，赶紧坐下。慢点啊！奶奶，小喜，快去把刘先生请来。怎么办呢？家业，旗下的家业可怎么办呢？刘师傅，老太君在这边。师傅，刘先生，这边说吧。老太君大概是中风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大家不必担心，此病尚有救。这样，我开个药方，让小喜去抓几副药回来，让老太君服下，便可缓解。多谢师傅。燕生小姐，老太君刚才已经把药服下了。好，这锅应该也快好了。没事儿，不着急，你呀就慢慢熬。刘师傅说了，明天还可以再加一副药，这样老太君就可以好得更快了。太好了，二夫人，我来吧。这有我们呢。还是我来吧。忙你的去吧。这有我们呢，你去吧。是。怎么样？大夫人、二夫人轮流守在床边，根本不让我插手。
金簪呢？还压在老太婆枕头底下。小巧啊，这如今老太君中风，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要借着这次机会把金簪拿到手啊！我没法靠近床边，大夫人、二夫人在，我怎么伸手去拿金簪？这金簪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你可以想办法呀。我想不出办法，你有办法，你说好了。我的乖小巧，你别生气嘛。你可以从二夫人那儿想办法，她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，你等她在床边伺候之时，想办法把她给支走。你就说柯少爷找她，她一定害怕。到时候你就见缝插针，把金簪从房间里偷出来。可那老太婆虽然说不出话，脑子却清醒得很。她若是识破，那我不就……一个将死之人，你怕他做什么？趁人不备，把此药放到老太君的药罐里。等老太君喝了药，两眼一闭，你就可以放心的把金簪从老太君的枕头下面偷出来了。钱归你一半，以后你就再也不需要做丫鬟了，你可以做少奶奶，做老太君。巧巧姑娘，哎，少爷，这小巧姑娘她是不是生气了？你还有闲心关心别人啊？你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放蛇、下毒、撒毒针，桩桩件件，哪件不是要杀头的？是，少爷。小的对你可是忠心耿耿啊！这2日，带人去收拾刘若谦，就赶紧回来，记住没有？记住了，小的马上就去办。小巧姐，小喜啊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吓我一跳。哎，小巧姐，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是有心事的样子啊？我在想老太君的事儿呢。哦，你说她平时身子骨挺好的，精气神也足，怎么说中风就中风了呢？刘师傅不是说了吗？老太君的病啊，没事儿，过2天就好了。这不，我们正要去熬药呢。哎，以前老太君病了，药都是我熬的，要不还是我来吧？不用啦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啊。哎呀，燕生啊，熬药我是老手，还是让我来吧。小巧姐，燕生小姐连我都不用，你看我都没上手呢。你呀，就先去忙吧，啊，去忙。可是，三少爷，三少奶奶，他有没有朋友？没有，我们没有让他碰。
看来师傅说的没错，果然是想在药上打主意。天磊，你跟刘师傅说，就说他守外，我守内。我担心有人会害老太君，我先走了。小姐小心，嫂嫂小心。你把剑带好，自己也小心谨慎。嗯。老太君，快！他们已经来了，快！准备好了，来，慢点啊！来，二夫人，老太君睡着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吧。好，这有我呢，去吧，乖。二夫人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刚才柯少爷说让您过去找他一趟。柯少爷找我干什么？我还要照看老太君，你帮我回了他吧。二夫人，三少爷让您赶紧去一趟呢。三少爷？哦，对，三少爷，我刚才把三少爷说成柯少爷了。这样，我把药晾凉了，等您回来再喂。二夫人，咱们赶紧走吧。真是，好好照看着啊。哎呦，三少爷可真用心，给老太君带了些小酥点心。二夫人，药已经不烫了，您趁热给老太君喂了吧。好，我来吧。哎呦，你瞧瞧我这脑子，那厨房里的炭火我忘给灭了。小巧啊，你去帮我给它灭了，这炭火可要小心着点儿，万一要烧着了别的东西，那可就不好了呀。快去啊！好。柯少爷，小小，成了，我亲眼看到他把那药喝下去了。你下毒了？下了，这下子金银财宝就都是我们的了。王胡子，你们先下手。是，快。
二夫人，你回去歇着吧，由我来伺候老太君。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外祖母，外祖母，你说说你，齐府变成如今这个样子，还不是因为你自己识人不清？当初可是你把我带到齐府的。一只黑手，外祖母，你竟敢加害于我！没有，外祖母，我没有啊。世昭啊，当初我是真心的怜惜你，才把你带到齐府的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说我做错了？你这个六亲不认的孽种！祖母我什么地方亏待过你吗？你竟然要害我！外祖母，你喝了我的毒药了，你活不了多久，你很快就会永远闭嘴了。你拿来的毒药我没喝。方小巧下毒的那一碗药，早就给倒掉了。什么？老东西，你耍我！你想跟我斗，太嫩了点儿。嫩了点儿，嫩了点儿。你老了，我可比你狠，老东西！你还要动手啊？啊！孩子，你怎么变得这么狠，那么毒了？我是狠，我是无毒不丈夫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这个不孝的子孙，竟敢跟我动手！别急啊，外祖母。我已经派人去收拾你的好孙子和孙媳了，很快，你们一家子就会在地府团聚。孽种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奶奶，您没事吧？暂时没事。你怎么出来了？赶紧藏回去！我不躲了，我把那个畜生给宰了。你等一下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他手下的人正在外面找你呢。你现在出来太危险了。等这个恶棍把他的奸计全部都实施出来，官府的人来了，正好抓他一个正着。可万一他……你听我的，赶紧藏进去。放心，我这不是有你保护呢吗？听奶奶的话，快藏进去，藏进去。把他们二人给我找出来！去，是。走，停，分开追。
王胡子，我早就料到你会来。这儿没王胡子。上！你想干什么？我已经派人去收拾你的孙子和孙媳了。畜生，你有没有一点人性啊？什么叫人性？齐府家业这么大，我凭什么只能当个管家？我要做的是齐府的当家人。齐府老大碌碌无能，老二呢，没有一丁点志向，只知享乐。老三就是个病秧子。这是老天爷让我取而代之，这叫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你这是贪婪生恶性！你少给我啰嗦！你一辈子积攒这么多财富，反正是要留给子孙后代的，不如就留给你的好外孙。退下！退下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啊！放开我！世昭，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你罪有应得，自作自受啊！我不过是棋差一招罢了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我没错，我没错。啰嗦什么？快走！走，快走！老太君，小乔，老太君，老太君，我错了，老太君放过我吧！真是死不悔改，死不悔改呀！奶奶，天磊，天磊，
你还好吧？奶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你们都在呢。来，奶奶坐。老太君，您受惊了。这是这么多年苦了我的2个孩子。真没想到啊，这大户人家的内斗比那战场还激烈呢。刘师傅、刘夫人，非常感谢你们这次帮了大忙，感谢感谢。哪里哪里，八角还是陈的香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冰燕啊，谢谢你，当时要不是他眼疾手快，我这个老骨头早就一命呜呼了。谢谢你啊，冰燕。奶奶，其实我不是杜冰燕，我是李玉湖。湖？嗯，我叫李玉湖。啊？是的。你不是杜冰燕。老太君，确实如此。对不起，奶奶，是我骗了您，都是因为仙女庙的那场大雨，让我上错了花轿。但嫁对了郎。原来这件事情，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就蒙着我一个人。真是的！老太君，杜冰燕北上荆州，也促成了他和袁大将军的一段美好姻缘呢。对呀对呀，反正现在也是皆大欢喜嘛。你有喜了？奶奶，您不要生我的气了。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我高兴，都还来不及呢。你为我们齐家除去了恶人，还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啊！是啊。公主大喜啊！公公，喜从何来啊？自然是您的婚事啊！皇上已经下旨给您赐婚了，这不，奴才紧赶慢赶的把喜服都给您送来了，想讨杯喜茶喝喝，沾沾喜气。赏你了。哎呦，谢谢公主。哇！公主是皇上的新家家，公主相中的驸马，那皇上自然欢喜。这不，正和皇后娘娘商量筹备您的婚事呢。皇后娘娘甚是欢喜。
紧赶着慢赶着，让我把喜服送来了。恭喜公主，贺喜公主，咱们的小公主要成喜娘了。祝公主和驸马白头偕老，举案齐眉，永结同心。赏，通通都赏。谢公主。别跪着啦，快起来吧。公主，奴才出来的时候，这皇上和皇后正在商量您的喜事呢，说是要请袁大将军和沙副将一同赴宴，这不，想请公主一同前去商量呢。评委也去啦，那我也去。将军，快穿上试试，这是我特意为你裁制的。今后定北侯要主持议和大局，将军定要打扮得风度翩翩才是。你这么盯着我干什么？本将军自己的夫人，我还看不得呀。将军，我要试试看。那若是今后你要带兵出去打仗，我要回扬州娘家呢，你岂不是要把我日日拴在身边，同进同出？要是让旁人听见了，岂不是要说你这个大将军是个妻管严？妻管严就妻管严吧。你可知晓，我去扬州找你，得知你被岳父大人带去林州了。我还以为错嫁之事出了什么岔子，你要被迫重新嫁给那个齐府公子。我是满心懊悔，我当初就不该让你一个人回扬州。我那是替玉壶妹妹解围去了。我征战数年，刀光剑影从未怕过。可前段日子，我是真怕了。你这个堂堂大将军，怕什么？我怕你这千里入冰云的小意图消失不见了。那我们日后就再也不分离了。好。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，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低鸣。一座城，一声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半月明，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，是你满天深情。夜雨无声人有情，不负真心不负雨，不负人间亦不负情。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，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低鸣。一座城，一声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半月明，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，是你满天深情。夜雨柔柔人有意，一愿作对许晚夕，来
情。